should be able to get married regardless. 我觉得，当然，我们这次主要诉求，我希望同志婚姻能够赶快立法通过。对，承认每一个人都有相爱，而且结婚，而且成家的权利，想要让台湾变成一个更平等、更自由、更接纳每一个人的地方。其实去年的时候，我们曾经召集大家一起到场边去看同志大游行。我们实际上带了3个牌子到路上去走，对，然后就路上好多人来跟我们相认哦，就是所有只要是从台湾来的朋友这样子，那或者是说他曾经有交过台湾的男朋友，交过台湾的女朋友这样子，都一直来跟我们相认，然后大家都非常热情这样。那我们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说，到了明年，我们一定要用我们自己的名义，然后来参加这次的游行这样子，然后把台湾，就说增加台湾的国际参与啦，然后是一种民间交流的形式，然后同时也带出我们对于那个同志婚姻的诉求。我这次参加同志大游行的诉求是希望台湾同志婚姻合法化。那会想要有这个诉求，是因为我们希望婚姻不是只有限制于一男一女的性别关系这样。然后我觉得我装扮它是一个女的小丑装，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打破刻板印象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不是说男生就一定就要穿怎么样的衣服，女生就要打扮成特别的样子，然后有很多权利也不应该是某一个性别或是某一些性别的配对才可以拥有的，所以这是我今天穿小丑装想要表达的事情。最有趣的地方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很多人他们来这边参加这个游行，他们可能不是长期住在英国人，所以他们可能英文没有讲得非常好，但他们非常非常努力，想要跟你 share 他们相信的价值跟理念，然后这是让我觉得非常感动的。所以我觉得有些很基本的东西，特别是基本人权的部分，有时候真的也不用很强的表达能力，很精准的语言，有时候就是一些动作，然后一个几个简单的单字，大家都可以感受得到那个力量。大家都是平等的，而且不管是任何肤色，或者是你是来自哪个国家，其实不管你喜欢男生，你喜欢女生，你喜欢同性，你喜欢异性，其实大家都是平等的。对。其实就我自己的经验来说，其实我这辈子都没有遇过歧视这个问题。其实大家还对我蛮 friendly 的。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太可爱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没有开玩笑。但是我朋友确实有被霸凌过，可是我觉得相对比起其他国家来说，已经好很多。然后我身边周围的朋友几乎都是支持的，所以我觉得台湾应该是离同志婚姻合法化不远的，但是我们还需要加油。我希望有更多，不管是圈内人、圈外人，想要关注社会议题的人加入。我觉得我们台湾会变得更好，让社会让全世界知道，其实台湾对同志这个议题其实是蛮关心的。然后我们也希望全世界的人知道，其实台湾在这一块，我们永远是走在亚洲最前面。我真的真心希望台湾成为亚洲第一个同志婚姻合法化的人。对我自己而言的话，我觉得那不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选择，而是有些人他天生本来就是因为性别，或者他对于他自己自我认同有跟别人不一样的看法，所以那一天一起来游行的人，其实我们都一起去见证说，这个世界是有可能彼此去互相尊重，然后彼此去知道，我今天知道你有这种人的存在，我尊重你，然后我也愿意给你空间，那大家彼此互相可以一起共存在一个时空，在一个地区之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我今年参加这个活动很大的目的，其实是为我自己而走。其实我必须老实说，我从小长到大，台湾同志的环境已经有很大的不一样。对，我还记得，譬如说，当我10几岁的时候，第一次出国，然后看到彩虹旗，然后或者是说在卡市出去看到有男同志走在一起，然后手牵手，天哪！我在路上快要尖叫了，快昏倒了这样子。对，然后譬如说在舞台上，如果我可以看到一个同志的角色，那种内心的激动是没有办法形容的。I think that Taiwan is a great example of like a country where young people are motivated to make the society better and are also like showing like this is who we are and this is what we want and it's like it might actually be possible in Taiwan and it will be like a leading example in that region. And also because I really support the cause of Taiwanese independence anyway, and like the self-determination there is very strong.
And I think that like equal rights for everybody are a very important part of that in the modern world. 其实大家都说台湾是亚洲地区对同志最友善的国家，可是我其实会认为说每一个同志他的生活状态是个别的，所以并不是说你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自由的社会里面，就代表每一个同志他都可以享有相对自由的空间。我觉得台湾整体而言呢，其实像在公开的场合表达亲密，如果在大城市里，我觉得大致上都还蛮 OK 的。对我自己和譬如志姐，经常在台湾的很多地方表现亲密，至今尚未得到什么直接的攻击，对，或白眼，只是会被认为是母女关系。我是双胞胎，好，这是我们挫折的地方，好，我个人的挫折，好，但是就是说，其实我觉得。重点不只是个别的生活，我会觉得说台湾的同志比较大的困境是家庭，意思是说家庭的压力使得很多的同志在出柜这件事上面有困难，那男同志尤其有传宗接代的压力，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是传统观念，或者是说怎么样跟我们的上一代沟通的议题。其实有一点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不是制度上可以做的，但应该是说，我们应该从教育上着手，因为毕竟，像我刚刚跟朋友聊天也是有聊到，就是像我本身是做念工程出身的，那一直从高中、大学环境都是男生比较多。那照同样比例来讲，男生多的地方，你应该有一部分的人应该会是同性恋，可是在我的那个生命历程当中，包括毕业之后工作好几年，其实我是没有发现，就是有任何的 gay 的同学在班上。那一个是他们真的不愿意念工程，但这其实不太合理嘛。那当然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同侪之间的压力，让他们不敢表达出来。那我本身在念书的过程当中，对这件事情是完全没有概念的。那当然，高中男生、大学男生，一群臭男生凑在一起，那你有一些比较女性化的这种举动出来的时候，大家一定都会就是开玩笑干嘛的，也不见得是有恶意，但就是开玩笑这件事情，可能就是造成他们退缩、不愿意表达的条件之一。印象深刻的话，应该是大家的努力吧，大家真的很认真装扮。我要讲一下就是 CY 跟宪勇，我真的很惊艳，我觉得他们都好美哦，大家都有自己的 potential。对，宪勇他的五官还蛮明显的，所以跟那个 CY 的美有不同的美。其实可塑性两个都很高，像宪勇就说他觉得哇长发好辛苦哦，穿裙子好辛苦哦。比如说他说他觉得女生这样拨头发只是在搔首弄姿，可是有时候是真的很热，你就要一直拨。对，类似这样，所以我觉得光是性别转换这件事情就还蛮棒。我们这次主要诉求是同性婚姻合法化，那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全球大家已经是一个大家都共同认知的事情，这是一个很合理的事情，因为可能在很早以前，大家对于同志的理解不多，会觉得说啊，这好像是一个可以治疗的事情，好像是这是一个可以选择的事情。但随着越来越多人对这件事情有理解之后，这是天生的，这个不是你可以选的。那既然这件事情是天生的话，那当然他们就该有他们的该有的权利。所以来支持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很合理的。I looked around at thousands of people, and everybody was beautiful, and I really felt like I love people. I really love people, and it's just amazing to be here. And the diversity and all the love and all the ways that we can love each other. It's like, this is like a manifestation of that, and it's really great. Yeah. Yeah, I'm from Japan, and I think the LGBT activities in Japan is not that active compared to Taiwan. So I really, but some organizations and some people try to promote LGBT like through some volunteering and charity events. So I really hope that Japan will progress in terms of LGBT rights and other like human rights as well, like as Taiwan is already done. 目前我很开心，就是有些县市已经开放
同志伴侣能够在身份上注记他们是伴侣关系，但是我希望就是这个伴侣关系，或者说甚至可以提升到真的是婚姻关系，能够在法律上能够有对同志，或是说甚至是多元家庭可以有保障。这是我对台湾的同志的权利的想象。对。I came out when I was 17, 18, and then it was a bit of a taboo because I grew up in Ireland, and we have a strong Christian Catholic upbringing, and it was difficult to identify as a homosexual. When I moved to London when I was 18, it became so easy because it's so liberal here, people are so accepting here. It was difficult then. As years have gone on, it's gotten a lot easier. And I think we are very fortunate in the position we're in right now. This day and age, it's great to be in London, and it's great to be under the umbrella of LGBT. She's my husband, and we come here to celebrate this beautiful day. We enjoy a lot. Did you enjoy the party? Yes. Have a good day. Lovely. This is the good. No filter, no racism. Just enjoy and be proud wherever you are. Thank you so much. We're proud of Taiwan. I'm currently living here in England, but I was originally from California, and I wanted to join the parade today because I wanted to be part of the community and see like all the cool things that's happening. It's my first Pride. I've never been to Pride before, so it's really fun. So yeah. I think Taiwan is trying to legalize same-sex marriage, and but aside from that, I'm not really sure what's happening. So I hope you guys good luck. I hope it passes, because we all deserve to get married and have equal rights as human beings. Asian countries, I think it's still the word needs to be spread more. Okay. Awareness needs to be spread. Okay. Because still, homophobia is spread all over the country. Yeah. Even in the UK, it's still happening. Yeah, I know that. There's a lot of homophobic people around us. If you're out of here, you go out there, you're wearing these colors, you never know who's gonna meet you. If I meet you, you're gonna smile at me. If I meet someone different who has a negative view about the LGBTI people, he's gonna say negative about me. He's gonna swear at me, spit at me. We met such people in the country as well. This is what is happening back home. It's happening all over the world as well. Asia, Africa, America. You see what is just happened in Orlando. Such things which you never expect. You think the world is aware of what's going on about the LGBTI people, but people are not still educated about it. We need to spread more awareness. 大家都辛苦了，真的辛苦了，每个人都辛苦，我觉得我快要哭了，真的每个人都好辛苦哦。然后我觉得刚开始可能大家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做什么，然后在每个人不断的投入自己以后，我觉得那个感染力也感染到身边的伙伴，就是真的没有一个人分配说你应该做什么，可是每个人就在互相需要的时候跳出来，然后帮忙对方这样子，所以就大家辛苦了。我觉得在伦敦难免会觉得很寂寞，那个寂寞是对于台湾消息有人只能从脸书或者新闻上看到，那看到以后，我们当然可以试着跟外国朋友聊天的时候会聊到，可是不会有人跟你有相同那种心急，或是有那种急于想要讨论的那种心情，所以我觉得可能每个人来参与的时候都不知道那个重要性是什么，可是每当有台湾什么事情发生，然后有人讲台，它似乎可以当做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分享，然后可以得到一些 feedback。然后我觉得它不能说，我不知道是不是它的重要性，但我觉得它特别的地方是 feedback 不会永远都是一样的，大家不会每一件事情都跟你一起义愤填膺，不会每一件事情都跟你share相同立场。可是就是在这些不一样里面，我觉得大家可以听到很多善意的回应跟讨论，然后我觉得这也是刚开始办轮讲的时候没有想到，他后来就是大家会一直长出这种信任，我觉得这个可以说是重要性，但是我觉得它是它很迷人的地方。我
想要每个来参加的人都看到一个可能性，那可能性是，你不管人生在哪里，你都可以为自己相信的事情做一些什么，或是发出一些声音。我就来参加轮讲了之后，我有接触到很多我以前没有机会接触的议题。那原本在台湾的时候，很多议题我会觉得你去讨论了也没用，因为不会有任何改变。但是这边的人，他们就会很热衷于关于台湾的这些事情，让我觉得年轻人很有望，现在的台湾有望了。所以我会继续参与，继续支持。那希望轮讲的活动能够让更多人知道，然后让大家来参与，让我们有越来越广泛的话题，然后越多人参与这件事情。也看到轮讲台朋友非常的 active， 然后对我就觉得哎好感动这样子，对，因为我相信不是所有有留学经验的人都有这样子的机会，能够在一个国外的城市，然后为了自己国家的各种社会议题来发声。那我也相信很多的朋友在台湾反而没有这个机会关心公共议题，而是来到这里之后才有机会看见公共议题，或者是投入关怀。我觉得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希望你们继续加油，因为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棒，因为你们是义工，你们没有拿钱的，所以就是功德无量，对，很棒，加油！伦敦讲堂 rocks。我真的太爱你们轮讲了。对，虽然我今年9月要随着老师搬到 Leicester 去，但是我还是会继续的去在我能力范围之内给轮讲实质上的支持跟精神上的鼓励。对，但是我真的觉得有可能我们这一群人会因为时空环境的关系，然后我们可能会在将来不论是长或短，可能大家也会四散各处为自己的梦想继续的奋斗。但是我会觉得我们这一份精神跟我们轮讲创造出来这样的一个对话的方式，其实将来是我们这群人还是可以集结在台湾，然后再创造另外一个台湾讲台。